法官大人，其实不必去指模，也能够判断出楚小姐提供的这份契约是伪造的，因为那上面是一枚斗状的指印，而我10个手指头都是簸箕，而夏元老板提供的这份契约上，才是我的指纹。但是，夏元老板提供的契约也是假的，因为上面的指印是我20天前刚刚盖上去的，而且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契约上并没有提到万灵丹。高天一，你这个白二郎，你结束再说。高先生，谢谢你。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为我仗义执言。其实啊，夏元当年买走赤春堂，手段就很下作。如若这万灵丹再被他巧取豪夺，那就太没天理了。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才站出来的。当初我们家将赤春堂卖给夏元，虽说无奈吧，但也是出自自愿。楚小姐，你也知道，这首元药庄啊，一直只做生药批发。民国5年，夏元想开拓成药市场，于是他便想收购有着100年历史的赤春堂啊，但被你大哥一口回绝。与此同时，这关东帮和齐州帮为了控制齐州药市的控价权，打了数年，难分高下。于是这夏元便想出了这一石二鸟之计。他先让易大金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以此损伤关东帮的信誉和声誉。然后他又找人用调了包的真黄旗卖给你大哥。哟，这么早就送过来了？随后他又以帮助查案为名，把你大哥人赃并获，并交给关东帮的杨三爷处置。由此，他便收服了杨三爷。而你大哥为了买下所有的真黄旗，欠下了高利贷，导致你楚家最终只能将赤春堂转让给了首元药庄啊。原来这一切都是夏元在后面操作。正是。不过此事还有个插曲，这易大金原本是让小武去揭发关东帮卖假黄旗，当该他出现的时候，他却失踪了。最终是你发现了黄旗有假，戳穿了此事。也正因为如此，之后才在杨三爷那里解脱了少忠啊。这小武却因为此事被罚了半年的薪水，他心中不忿，便卷了一笔钱逃了。二妞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我该上船了。先生将来要如何打算？没什么打算。在这商场里勾心斗角大半辈子了，着实累了。此次回家正好可以好好歇歇了。万灵丹是保住了，却害得先生丢了差事，实在是抱歉。你也不用过于愧疚。其实我早就存了离开夏元之心了，只是我一直放不下这主仆之情、师徒之义呀。当然，也舍不得那份俸禄。我也是一直到了法庭上那一刻，才最终下定了决心呀。是为什么呢？楚小姐，你也知道，这日本人现在已经是首元药庄的股东了。如若这万灵丹的配方最终归了首元药庄，那也就等于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我虽庸碌之辈，但是涉国家安危、民族大义，高某绝不会含糊。先生，
受一半。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先生如我，将来还想出山，石春堂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楚小，楚老板，咱们后会有期。告辞。好像是韶华在结婚之前听说了什么，所以决定不结婚了。但具体什么事儿，他坚决不说。他都没跟你说呀。你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他说的。不说也正常吧。可能是文之秋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情，他不好开口呢。也可能是他就没把你当做真正的姐妹。你包是定制的吗？是的。你们男人啊，总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都靠不住。把那个最大的钻戒给我。好的。我也靠不住。现在倒是可以考一考，但是未来，我也说不好。项链，怎么样？好看吗？太美了。白小姐挑的全部都要。不，你什么意思？这些我都不要。一样都不要？一样都不要。那你要什么？我要你收我做徒弟，教我做生意。学做生意多累啊！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我都可以买给你。那是你现在喜欢我，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要不喜欢，买份报纸你都会觉得贵，我得为那天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好啊，那你可以趁我还喜欢你，多攒点钱。与其攒钱，不如攒一点挣钱的经验。你可比我想象的有趣的多呀。你要是多教我一点，会更有趣。好，我现在就给你上第一课，在生意场上，除了你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一切都可以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你这房子不是刚置办吗？住得好好的，干嘛要卖呀？我这不是要办厂开店吗？还差点钱，谢谢。差多少？我给你。我可不能要你的钱。为什么呀？就你那经济，我还不知道。春江花月被炸，把你那点积蓄都炸没了吧？就你那点钱，根本就不够我填补窟窿的，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好吧。对了，你跟夏元怎么回事？我现在是他的秘书兼助理。仅仅是助理兼秘书？那当然不只是。他有家室？哎，男人嘛，有个3妻4妾，很正常的。但你没必要自轻自贱。
你会因为我是他的情人，就看不起我吗？我只是替你不值得吧？值不值得，我心里有数。二妞，我觉得啊，你放心吧，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我一定能得到。钱。嗯，可之前你说你是要靠自己挣钱呢。就是因为我要靠自己挣钱了，我才更要跟夏元在一起。我要跟他学习怎么做生意。哎，你学做生意，你跟着我不就得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都要拜师了，我当然得拜个大的。夏元做生意的时间比你长，拜你不如拜他。可我要提醒你啊，夏元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不顾及的男人，我怕他给你带歪了。巧了，我也是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及的女人。再说了，我都已经歪成这样了，他还能把我带得歪到哪儿去？二妞，你不觉得你这一次付出的代价，比以往任何一段感情都更大吗？我这一次得到的会比以往任何一段都要多。那你先看看这个，我们的价格、账期、返点，全部都在里面，前所未有的优厚。你看，你只要看完了，我保证你开心。该你了，哎，哄我呀，嗯？我为什么要哄你啊？我一开始来了就跟您说了，我是来帮你的。田老板，我能够让你们田氏药号收入翻番，也能让你找到田氏药号曾经的荣光。不过不好意思，我们万灵丹呢，没有返点，也不降价，也没有什么账期。我们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合作共赢。大哥，刚才给你开出的那所有的条件，还可以再商量。哎呀，人家楚小姐可是让渡了万灵丹的权益给我的。玉书丸也可以，楚小姐足足让了1成呢。我们1成半。1成半呢？田老板，我看你不是想做生意，你只是想看我跟白小姐怎么互相厮杀。你说对了。想当初，你们用了所有的阴谋诡计呀，搞得我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狼狈吧。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能够看到你们狗咬狗，我开心得很呢。我现在。哎你少华，你干什么你？以菊景堂的财力，我想，白小姐就算是亏本，也一定会拿出让你满意的合作条件，但是她绝对不会拿出这样的药效。你没事吧？没事。天下还真有这样的药。1成5，我选你。我绝不讲价。虽然你很讨人嫌，但是你不是个笨蛋。我相信你绝对会选择能给你带来最大财富的那个合作伙伴，而不是最省钱的方案。还有，现在日本人这么欺辱我们，我不想内斗，所以我宁可自残，我也不和白小姐互相厮杀。我宁可退出这次合作，我也不会和白小姐打价格战的。
田大少不仅答应了楚少华所有的条件，还额外注资成为了韶华制药的股东。是。楚少华这回算是在上海站稳脚跟了。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说说吧，这次输在哪儿？进门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太低了，虽然让田大少出了气，但也让他看清了我。你有没有想过，田大少的生气，也许是种谈判技巧？你的意思是，我把谈判的重点弄错了？而楚韶华选对了方向。我觉得我这次输了，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玉树丸的效果，真的不如万灵丹。不对，这跟药效没关系，是因为你不够狠。真正厉害的人，是对自己都下得去狠手的人。你看看楚少华，为了对付你，对自己下多大的狠手。亏得你当初还想让两种药在市场上共存。下次再跟楚少华较量，知道该怎么做了吧？那你们想怎么个合作法呢？哈，建厂所有费用及一切工作琐事，皆由国民政府承担。楚小姐只需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入股即可。那请问楚小姐占股几成1成。？1成。正是。那万灵丹的配方归谁所有？既然是合作建厂，那配方归国民政府和楚小姐共同所有。马委员，依照国际惯例，像万灵丹这样的产品，如果楚小姐要技术入股，至少要占股50%。此外，我们独有的机械提纯萃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销售、管理模式，至少也要占股2成。本人也曾留学美国，知道程副总所言不虚。然而现在国情世事实在特殊，所以无法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怎么特殊呢？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华北也似有箭在弦。我个人以为，中日之间2年之内必有大战。我们此时建厂，不仅仅是为了国计民生，也是为了备战所需。此时建厂确有必要，不过马委员提出的合作条件，未免太过苛刻。我们也事出无奈呀。眼下乃是国家最积弱之际，财政捉襟见肘，唯有请楚小姐暂且委屈，先行报效国家，再论个人私利。报效国家，人人有责。不过，万灵丹乃楚家祖传秘方，就这么拱手让人，楚小姐无法向楚家先人交代。另外，万灵丹能有今日之业绩，楚小姐这些年付出良多。如果你们一点都不为楚小姐考虑的话，我觉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那你们希望是什么条件？我们至少要占6成的股份，并且万灵丹的配方只能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掌握。占股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配方的事儿没法谈。楚小姐，只有配方共享，才能快速建厂、大量生产，方能满足战时之需呀。但是刚才程先生也说了，配方乃是楚家先辈所创，
我个人是不能轻易拱手的。局势之所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自保，不愿为国家牺牲。我原本以为楚小姐和那些人不一样。马某告辞。如果国家都没了，我们还捏着配方有什么用？可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姐，报国的方式有很多，不用把自己的身家都交出去。但我知道很多人为了报效国家，可以捐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给出自己的生命。好，就算要交，也要交给可靠的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他们真心抗战，我愿意相信他们一次。马委员，楚小姐，如果要配方共享，那我这是有条件的。您请说。我们合作建厂生产出的万灵丹是不能用于内战的，只能用于抗日战场，并且所有的收益，包括我自己的，都要捐赠给抗日事业。太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好，那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您和程先生你们来商议吧。谢谢，谢谢楚小姐，您请放心，马某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一定快速建厂，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我尽快，再会。哎，嫁我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解散妻妾的事儿，你又办得怎么样了？哎呀，这个事情就不要想了。啊，你这一去，把人家都轰走，哪有这好事嘛？既然如此，那也行。这就对了嘛。你既然不愿意遣散妻妾，那咱俩结婚以后，我也要和文之秋继续勾搭。你敢？我杀了他！你愿意杀你就杀呗，反正你杀了一个文之秋，那还有一个文之东、文之夏，这世界上的男人多得去了。哎，你杀得完吗？哎呀，我连你也一起杀了去！哼！哎呀！哎呦，你对我干了什么？我就说你怎么想不明白呢？好端端一杯茶摆在面前你不喝，非要喝我这杯下了药的。你给我下了啥药啊？泻药。卫生间在那头。你这个傻女人，你给我等着！人呢？去哪儿了？这边，走。哎呀，给我解药。没有解药，拉完就完了。哎呀，我就不信你！你看看你，又拔枪，总是这么逞凶斗狠的。哎，我到底是你的仇人还是你的犯人？那你动不动还老给我下药啊？那还不是被你逼的吗？你要是好好待我的话，我也不至于如此。
我都对你这样了，你还让我咋好好对你？那你倒是说说看，你陪我看过一场电影吗？请我吃过西餐吗？带我一起在雨中散过步吗？同我一起跳过舞吗？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嘛？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权，我甚至都不要你养活我。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希望你能跟我谈一场真正的、浪漫的、你侬我侬的恋爱而已。乱来！哎呦，这什么话呀，真难听！什么乱爱呀，恋爱，哎，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啊，不过我以前的女人们可从来都没有给我提过这样的要求啊。我要是和他们一样，你又何必大动干戈的来找我呢？那你说的这话倒是不假呀。那你考虑的怎么样啊？行，我就跟你谈一场轰轰烈烈的乱爱，不，恋爱。那就是说，你同意把你那些妻妾都遣散了？哎呀，那有妻有妾的咋就不能谈恋爱了嘛？哎呦，你怎么听不明白呀？人家单身男女在一起才叫谈恋爱，你这有妇之夫跟我在一块儿，这乱勾搭我叫什么呀？哎呀，哎呦，快去吧，再晚一会儿就该拉裤兜子里了。哎，可来劲儿了，我得上毛子去。哎。想好了没有啊？罢了。罢了是什么意思？是以后不再来烦我了，还是准备回去跟你那些太太姨太太摊牌呀？等我一回去，就把这伙人都打发了去。哟，那你要是真的能做到的话，王厅长，我一定陪你谈一场今生难忘的恋爱。楚小姐，我还想上一下毛子。哎呦，快去吧！哎呀，你干嘛呢？我回家。人呢？走了。走了。你又对他做什么？没做什么呀，是他自己吃错药了。家里怎么有味儿啊？你该去洗澡了。真的有味儿啊！王国栋的太太带着几位姨太太去了几家报社，呼冤喊惨，说他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弱女子，被抛弃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你就是那一只狐狸精，是你逼他们走上绝路。您好，文氏大药房。哦，王厅长啊，我看到了，很满意。晚上7点，好，我一定会准时赴约的。
楚小姐。楚小姐，王厅长在里面等你。王厅长，你这肚子可还好啊？很好，只不过我等你等得心烦意乱。您放心，我保证您的等待都是值得的。那最好，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哎，你看一看啊！来，你感受一下这个气氛，你看够不够浪漫呐？你看，我专门花了50个大洋，请了个洋人给我布置的。哎呦，那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破费了。嗨，那是个啥事情嘛？只要你满意，我花这点小钱，那就不是个啥事儿嘛。王厅长，外面好像有人。咱不管他，继续。好像是您太太。哎呀，这帮臭婆娘，到报社里丢人就算了，哎，今天竟然跑到这儿瞎胡闹！哎！把他们轰走，把他们给撵走！哎呀！出来！我这家里面干什么？你就在这干什么呀？跑来你！你们到底要干啥嘛？真是的！哎呀！哎呦！夏老板，如果不是您的手眼通天，这一局我只怕很难脱困，要谢谢您。哎，楚小姐太客气了。首先，我是你的老朋友，而且我还是文石大药房的股东，不可能坐视不管。其次，以你的才智，还有和卢先生的关系，就算没有我，你照样可以脱困。来。二妞，我要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这局做不成。我可什么都没做啊，我只是偶然听到王国栋要和你在温泉约会，碰巧啊在百货公司碰到了他的六姨太，我在跟六姨太喝咖啡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你们的秘密说出去了，无意当中打翻那帮女人的油醋坛子而已。好，那我就敬你的偶然、碰巧、不小心和无意中来。哦，把你给忘了。来，文老板，咱俩就不用多说了，都在酒里。
说两句吧，说谢谢文老板英俊潇洒，临危不乱，力挽狂澜。好，好，好，这种话我可说不出口。来，干吧。夏老板，吃菜。好。哦，对了，阿旺呢？安排好了，不亏待他。好。田老板。哎，哎，这文之秋怎么没来啊？他今儿另外有事儿，来不了了。哦，我要是他，我也不来，丢人。田老板，庭审结束了才知道谁最丢人吧？是，庭审结束之时，就是你们破产之日啊！大白天的，怎么说上梦话了呢？死鸭子！邵华姐，我的记者朋友们都到了，您是想现在采访，还是等庭审结束之后？等庭审结束吧。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虽然不能亲自来到法庭，但是他委托我将如下证据呈交给法庭。这是克劳迪教授把自己发明的补脑元素转让给田氏药号的转让合同。克劳迪教授允许田氏药号使用其肖像权的授权书，还有，这是克劳迪教授亲笔书写的抗议信，强烈要求严惩文氏大药房的侵权行为。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的这些资料，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有。法官大人，我方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这些书面证据，原则上没有质疑，但是我们对于原告方提出所有证据背后的前提，有重大的质疑。你说吧。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真的是克劳迪教授吗？你这是什么问题？法官大人，主审官大人，我换一个问题，这个克劳迪教授真的叫克劳迪吗？他真的是个美国教授吗？他真的发明了什么所谓的补脑元素吗？肃静，肃静！被告方，你刚才的质疑有证据吗？主审官大人，有。我方申请传唤证人黄德明出庭作证。反对。主审官大人，证人黄德明的证言与证明克劳迪教授身份的真伪有重大关系。传证人黄德明出庭。黄先生，黄先生，请您向法庭介绍一下自己。主审官大人，我叫黄德明，最近1年我是克劳迪教授的助理。主审官大人，黄先生已经作为克劳迪教授的助理达1年之久，想必您对于这位克劳迪教授已经非常了解了。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除了克劳迪教授本人之外，可能我是最了解他的了。那么接下来就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这位克劳迪教授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叫做克劳迪斯皮特，他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也是美国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不是，黄先生，我是说，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主审官大人，我曾经在美国费城药学院学习过，这是我的毕业证书，这是我的毕业照。我在这里郑重声明，克劳迪教授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位极具威望且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本人拥有多项的发明，其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补脑元素。黄德明，我提醒你，现在是在法庭，欺骗法庭是重罪。我晓得，李律师，欺骗法庭肯定是重罪，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能撒谎。主审官大人，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什么情况？被告的证人为什么替原告说话？肃静！原告律师，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主审官大人，被告证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没有什么要问的了。那今天就先这样吧，休庭。哎，田老板，请你预测一下最终的判决结果。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虽然还没有最后宣判，但是结果是可以清楚的预测到的，就是我们田氏药房必将胜诉，文氏大药房就是小偷。文氏大药房的人出来了，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问啊，一个一个问。文氏大药房的还随应吗？田老板，您的确厉害，竟然一手成就了克劳迪教授的学术地位。我还要一手再把你们打趴下，让你们一直翻不了身。各位记者朋友，文氏大药房和克劳迪教授马上要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关于今天的官司和东方补脑丹的后续，我们将会有第一手的消息发布。地点就在浙江路的新汇酒店，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前往。快点去看看，去看看，有大新闻，对，绝对有大新闻。哎，他们怎么和克劳迪教授搞在一起了？不知道啊。冰心，老二，你也来旁听啊？老二，上车，别见着什么女人都走不动的。大哥，这是冰心啊！我知道，说的就是他。Pharmacy Wenshi Dayafan and me definitely get reached understanding. 克劳迪教授已经与我们文氏大药房达成了一个互相谅解。I decide not to appeal again. 并且也决定不再上诉了。As you all know, I'm the professor of Philadelphia College of Pharmacy, honorary president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就如大家都知道的，教授呢本身也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及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But actually, the efficacy of a new medicin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identity of its inventor. 教授也认为，这药的发明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款药的功效。That's why I want everybody pay attention to new drug, Dongfang Bunao-Dan. 教授也希望在此呢，大家能够把焦点再一次的聚焦在我们东方补脑丹这上面。I've tried it myself. The efficacy of this drug is significant. 教授本人亲自的验证，这款药的疗效卓越，是款好药。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王厅长，王厅长你好，我是文氏大药房的总经理楚韶华。哟，王厅长，您这面色黄白，眼下浮肿，嘴唇发黑，最近是不是经常头晕目眩、腰膝酸软、手脚冰凉啊？你说的啥嘛？哎，是不是总是入睡困难，起夜又频繁，房事还力不从心啊？你不要胡说啊！你再胡说，我把你抓起来！王厅长，您先别急，您啊，这是命门火衰，需补中益气，益精填髓。我们文氏大药房的金匮肾气丸对此症正有奇效，您连服3天，所有的病症都可以改善。另外，我们的东方补脑丹也可以立即缓解您的头晕目眩。这样，王厅长，来，您可以试试。哦，你是文氏大药房的？对，这是我的名片。王厅长，我们这儿有一批成药啊，
叫东方补脑丹。哎，就是这个，被您手下人给扣下了，非说是什么私运鸦片，这真的是实在冤枉。所以我就立刻斗胆前来，希望王厅长给我们一个申诉的机会。冤枉不冤枉啊？等我们调查之后，定有定论啊！你就回去等通知吧。啊，那这需要多长时间才有结论呢？哦，也就是3、5天吧。哟，那太好了，王厅长，谢谢您关照啊，我就先不打扰了。啊，谢谢。王厅长，记得吃药啊！啊，好，再见。哎，然后明天再给他带一些金匮肾气丸和东方补脑丹，顺便再联络一下感情，希望能够有转机吧。没用的，我这边打听到消息，那个幕后的黑手是田大少。田大少？嗯。田家呢，跟淞沪警察厅一直是有关系的，所以王国栋上台后，他在他身上也没少花钱，这也是抠了我们的货，肯定是要报复。哎，夏老板那儿怎么说？他替我们联络几个同行，可是呢，找的关系都是卢永祥这边的关系，是王国栋是齐谢园的人，根本不买卢永祥的账。这倒挺有意思哈。我还找了一个王国栋熟识的朋友帮忙，希望能约他出来吃饭。唉，但这个人太傲慢了，很难约的。喂，云龙兄，刚说到你呢。是。好，我知道了，谢谢啊。王国栋答应出来吃饭，真的？但他指明要你作陪。我？哎呀，你还别说，你们那个东方补脑丸啊，有点名堂。昨天晚上我吃了一瓶你给我的那个药。哎，症状减轻了很多。哦呦，那太好了哈，王厅长，为病家解除痛苦，那就是我们文氏大药房开店的宗旨。是啊，我们开业到现在啊，我们一直都是遵从的老祖宗的祖训，这种走私鸦片事绝对不可能干的。哎呀，王厅长，您就看看吧，这是我们那批货跟苏州几个客商签的合同，还有收款单据。出库的单据，还有我们的装箱记录和货运公司的合同，您跟着这实物一对照，便知道，这所谓的私运鸦片绝属空穴来风啊！就凭这几句空话和这几个单据，就让我完全相信你们，这个恐怕不可能吧？不是，上海国药工会啊，20多家药铺都愿意替我们作证的。对。这是不可能的吧？哎，那王厅长，您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文氏大药房只能关门了。不至于的。哎呦，王厅长，您可不知道啊，我们为了开这个店，文老板把所有的家产都给抵押了，还借了一屁股外债，好不容易东方补脑丹才打开一些销路。那突然就遇到这么个荒唐事儿，我们这批货要是拿不回来，那文老板呢，也只能去南京路上讨饭了。我呀，我也就失业了。哎呦，你也要跟着受苦啊！这个我可不答应。王厅长，那您看您就高抬贵手，就把我们这批货给放了吧。楚小姐，我也跟你说实话啊。你们就这样装装可怜、卖卖惨，就想拿回这批货，这是不可能的。是的，我就这么说嘛。对，王厅长好不容易出来跟我们吃饭呢，净谈公事的。来，王厅长，这杯呢我敬你啊。云龙兄这一次呢人在外地赶不回来，
特地嘱咐我必须得敬您一杯啊。云龙是兄弟是啊，那你也就是我的兄弟。哎，好说好说，喝一杯。谢谢王厅长啊，谢谢王厅长啊，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云龙跟我啊是北方警务学堂的同学，他说话了，我不能驳他的面子。可是话说回来了，我仔细的一想，光凭我俩这个同学的关系，这个面子好像不够。那要是再加上这个呢？其实呀，没有这么复杂啊。你们想拿回这批货呀，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行了。王厅长，您说。啊，你做我的八姨太，我马上就把这批货给放了。王厅长，您说笑吧？这王厅长肯定是说笑了。哎，王厅长，说笑可要罚酒的啊！我可从来不说笑，我是认真的。那您这是要是认真的话，我也认真的回复您，不可能。在我王国栋的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3个字。哎，行啊！哎，王厅长，你看我这属下，你看他脾气就这样不好。哎，行了啊，放下。脾气爆了好啊，有味儿。要变态！来，臭流氓！我现在就不死！朱少华，等一下，王厅长啊，你要喜欢这种的，回头我给你找2个，都比这好的。不，我就要他。不行啊，这个厉害，结过婚，生过孩子了，这个不好啊。哎呀，文老弟呀，不瞒你说，我家里头那7个姨太太呀，干啥的都有，女学生、女明星，还就是没有个女经理。你起来，朱少，起来。王厅长，刚才是我口不择言了，我一时冲动，这杯酒算是我赔罪了。啊，是你看不懂事啊，得罚啊，是吧？啊，赔罪，1杯酒可不行，最起码得1瓶酒。王厅长说的是，这得罚1瓶，来，这我替他喝了啊。不用。就是。哎呀，这个豪爽，越豪爽我就越喜欢了。王厅长，你也看到了，就我这脾气，怎么样？你把我娶回去了，不怕家宅不宁啊？不怕，我家里头那几位啊，都很贤惠，他们也会让着你。不行啊！有算命的算过他的命，他的命太硬，在家克死他爸，嫁出去呢克死老公。漂亮，算命的说我呀，命里带煞，女人越刚强越能忘我。王厅长啊，实不相瞒啊，我呢已经有未婚夫了。有未婚夫？谁呀？他。布置怎么样？都好了。干嘛？会开枪吗？
喂，杀过人吗？今晚不需要用枪吧？备着，以备不时之需。一旦遇到危险情况，我就想办法打破窗户。四周我们都安排人了，你随便打破一片窗户，5秒内就会断电，后门会起火，然后你会听到枪声。然后电话就会响，里面就会说飓风公司被抢，需要支援。这时候王公馆一定会大乱的，我到时候想办法趁乱逃脱。或者我可以从前门冲进去救你。你一个人带着一把枪冲进去，送死啊？我们不是搭档吗？就算不能救你，也能死在一起，多罗曼蒂克啊！温之秋，你知道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吗？不知道。跟你死在一起。行了，差不多了，出发吧。走了。有请柬吗？进去吧。楚小姐，例行检查。哎，我可是客人啊，不是犯人。楚小姐，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哼，难道王公馆历来都这么待客的？历来如此。哦，那这样的话，我还是打道回府吧。稍等一等，楚小姐，脾气依然还是这么大啊！你要是想请我吃饭的话，就要有个约会的样子，搞得跟坐牢一样，有什么情趣啊？我还不如回家自己吃面呢。不好意思，最近我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啊，不得不小心一点。王厅长，你既然这么胆小，那就不要再出来玩了，还不如回家陪你的太太、姨太太们打打牌，更安全，不是吗？哦，楚小姐，请。哦，怎么，不搜身也不搜包啊？为了楚小姐，我愿意破例。哎，你这……王厅长，你为我破例，我也让你放心。这完全可以看出来，啊，楚小姐没有带任何武器嘛。要不要再脱呀？不需要，绝不需要。来，请入席。这有半个时辰了吧？你说这饭是不是该吃完了？这可不一定。就应该陪他去的。志秋，很少看你这么紧张啊！啊？我这不是紧张，我是担心。楚小姐，今天的菜如何呀？食材都很新鲜，但就是做法略显老土。那今天的酒呢？酒也不菲，但是更适合官场应酬吧，和今晚的约会气氛完全不搭。看来楚小姐对餐饮很讲究啊。我对人更挑剔。楚小姐，尝尝这3盘菜。楚小姐，不知道这3盘菜
合不合你的胃口啊？王厅长，就您这些钱，我1年自己就能挣回来。哈哈，也就是说，这点钱你根本没看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想让我嫁给您是没问题的，您呢也不用给我钱，没准儿我还可以带着我全部身家倒贴。哦，楚小姐真是奇女子啊！哎，但我也是有条件的。哦，请说。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对吧？所以呢，我就想看看您到底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呀？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哎，我们生意人可是不信口头承诺的。那你想如何？我要验资。好说，好说。夏老板，这时间还看账啊？有你担心就行了。楚小姐，请。怎么样？这些该能满足你了吧？哎，这就不用看了。为什么？因为这里头都是账本。那我可就更想看了。为啥？你可不知道，我最喜欢看账本了。负债多少，利润多少，赚了多少，亏了多少，未来走势，真实家底，那账本里可都是一目了然的。难道这些还不是我的家底吗？王厅长，这些东西再多，那都是死的，只有账本里的才是活钱，也只有活钱，那才能生钱，这才是你真正的身家。有道理。不过呀，我的这个账本啊，和别家的不大一样。怎么，您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我的账本啊，你如果看了，那这辈子就只能跟我了。这不是您正想要的吗？怎么样？你还算满意吗？哎，王厅长，您要是早认识我就好了。哼，要是我给您做这账啊，您去年的收入，我能再帮你翻一番。咋？你还有这本事？那你说为什么文氏大药房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在上海就能声名鹊起啊？那是因为半年前我加入了。哦，你的意思是，我当官，你来经商？这倒是个好主意啊！收起来吧。哎，楚小姐，你的条件我满足了，那这下一步得是你可以满足一下我的条件了啊！你别着急呀，我还有一个条件呢。你还有啥条？你说。你听好了啊！啊！我要成为你唯一的合法妻子。啥？
是唯一的。我不管你之前有多少大老婆、小老婆，在我之前的你通通都给我遣散，在我之后，你不能再纳妾了。这是啥狗屁条件嘛？不可能，绝不可能。那你不答应啊？你不答应的话，那咱们就免谈了。王厅长，我先告辞了啊。楚小姐，得寸进尺啊！我是给你脸了吧？这个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吗？你发现没有？我的耳环少了一个珍珠，还有5秒。啥？药效就要发作了，肌肉震颤，头晕乏力，下腹阵痛。你给我下药？今儿来之前呀，我把几味毒药混成一起，制成了珍珠形状的耳环，就戴在了这个耳朵上。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所以呀，我呢想看看你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呀？你这个臭婆娘，竟然给我下毒了！不管是什么药，半个小时之内如果吃不到解药的话，王厅长，今儿就是你在世界上活着的最后一天。楚小姐，你现在把解药给我，现在给我拿出来，快点儿！好啊，你现在就放我走，半个小时之内，我保证把解药给你送到。来人呐！来人！搜这个臭婆娘的身，给我把解药送出来，快送！一帮傻子！哎，要是换做你们会把解药随身带着吗？赶紧找温之清，给我送解药来！别瞎费功夫了，解药早被我妥善的藏了起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在哪儿。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信。29分钟之后，咱俩黄泉路上见。你还有28分钟。还没动静。要干嘛？进去救人。你这么进去救人？不然怎么办呢？你这不是添乱吗？等不了了。夏老板，跟你说，我不管你了，但你要想清楚啊！你这么进去是救他还是害他？不是，你干嘛？再不出来，我冲进去了。没事吧？不是啊，文老板，你有点太沉不住气了吧？走吧。谁让人家是你未婚夫啊？陶大夫，你赶紧救救我，赶紧救救我呀！王厅长，我得知道您中了什么毒才能施救啊！这不管啥药，你给我吃上一点嘛！我怕我现在用错了药，您不是更危险吗？哎呦，他妈的！哎呀，几点了？还有多长时间？还有3分钟。3分钟？对，完了，我要死了！药咋还不来吗？来了，要来了！山楂是解药。厅长，还有个条。谢谢王先生的盛情款待，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楚韶华，
够味儿，够味儿。